战略价值非凡的南海司令礁，一旦吹填，可掌握南沙东南所有岛礁。南沙群岛作为南海分布最南、岛礁分布最广的群岛，如果没有作为基点的岛礁，将很难管理。位于南沙东部的司令礁是我国南海防御空白区，如果将其吹填，那么我国对南沙群岛的掌控将进一步加强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司令礁，在观看的过程中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。司令礁。司令礁位于南沙群岛东部，南沙群岛被称为万里石塘、万里长堤，北起雄南礁，南至利地暗沙，西到万安滩，东接海马滩，是南海最南的一组群岛，也是岛礁滩涂最多、散布范围最广的群岛。其东西长约950公里，南北宽约887公里。在南沙北部，我国吹填了朱碧岛。朱碧岛位于朱碧礁上，是一座孤立的弧形暗礁，位于中叶群礁的西南部。朱碧礁是一个形似梨形的封闭环礁，长约6.5公里，宽3.7公里，礁盘面积为16.1平方公里，具有建成大型渔业基地的良好条件。吹填后的朱碧岛面积约4.3平方公里，其西南是永暑岛，东南是台湾控制的太平岛，东部还有被菲律宾控制的中叶岛和西月岛。朱碧岛等岛礁的吹填，保证了我国对南沙北部的控制。但是南沙东部目前还是我国的控制盲区，关键就在于司令礁。司令礁在南华礁东南方，西南25海里处是鱼与亚暗沙。司令礁是一个长形环礁，内部有一个细湖，但是没有礁门进入，细湖中间有沙洲，高约0.6米，将细湖一分为二。整个礁盘形状酷似眼镜，从地图上看，司令礁面积较大，长16公里，面积27.5平方公里。司令礁礁盘外缘突然变陡，水深突变为2000米，这里是我国渔民的传统捕鱼场，周边海域盛产马蹄螺、海参和砗磲，我国渔民经常在这里捕捞。司令礁位置的重要性。司令礁地理位置优越，它位于南华水道和南海东部国际航道的交汇处，是国际商船往来的必经之地。美国舰队从关岛前往新加坡也必经南华水道，且整条水道无暗礁，是一条水域宽阔、长约280公里、水深超过1000米的深水航道，十分适合核潜艇的航行和埋伏。因此，南华水道军事意义重大。现在我国在南华水道周围已经建设了朱碧岛、永暑岛、美济岛。收复司令礁后，我国就能更好地掌控这里。而且如果能收复司令礁，在司令礁修建必要的港口和人工岛，那么就能弥补我国南沙东部的防御空缺，掌握周边岛屿，也能更有效监控这两条国际航道，保证其安全，同时也能监控来往船只，更好地掌握南海局势。司令礁还紧邻巴拉巴克海峡，二者相距约200公里。该海峡是南海与太平洋之间的交通要道，从司令礁出发，过巴拉巴克海峡，经过苏禄海和苏拉威西海，就能进入太平洋。这里吹填后，能成为我国海军的一个保障基地，更好地监视美国在非军事活动，提高对周边国家的威慑力。司令礁被菲律宾占据。我国对南海诸岛的探索与发现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。汉朝时，中央政府在南海设置朱崖郡和丹耳郡，此时南海诸岛基本纳入我国版图。1935年，国民政府公布司令礁名称为司令沙洲。1947年正式更名司令礁。1980年，司令礁被菲律宾占据，菲律宾在司令礁中间的沙洲上建设了一座高脚屋，并派军人驻守。除此以外，没有其他设施。1983年，我国对司令礁的名称做了再次确认。2015年，菲律宾媒体报道，我国海警在司令礁驱逐菲律宾渔民。根据渔民介绍，当时司令礁上有菲律宾军人驻扎。除了司令礁，菲律宾还控制了7座岛礁，地理位置最重要的就是中叶岛。中叶岛古时被称为铁质，位于中叶群礁的中部。该岛东部紧邻南海铁质水道。中叶岛是南沙群岛第2大自然岛，东西宽度为0.5千米，南北长度为0.8千米。岛屿形状酷似三角形，面积约0.33平方公里，仅次于太平岛。南沙群岛包含230多个岛礁、沙洲等，但是能在涨潮时期露出水面的，且拥有淡水资源的少之又少。中叶岛上有可饮用的淡水，具备自给自足的生活条件。而且中叶岛附近有上百亿吨的油气资源，距离中叶岛不远的里月滩是南海油气资源的主要分布区之一。
中业岛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被日本占领，日本根据岛屿形状将其更名为三角岛。日本战败后，国民政府收回中业岛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，中业岛实际处于台湾当局控制之下。1971年，菲律宾趁中业岛遭遇暴风雨出现换防空岛的机会，趁机控制中业岛。2012年和2015年，菲律宾方面有关人员登岛，将菲律宾国旗在中业岛升起，还要求不再称呼附近海域为中国南海，而是西菲律宾海。中业岛与菲律宾的直线距离仅为429公里，与越南海湾金兰湾之间相距大约560公里，距离美济岛大约190公里，与朱碧岛之间仅为23公里。目前仍处于菲律宾控制下的还有马欢岛、南越岛、西越岛、费信岛、北子岛、双黄沙洲。南沙群岛渔业资源丰富，是我国最大的热带渔场，同时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，油气资源尤为丰富，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。而且南沙群岛还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交通要冲，是重要的国际航道。因其地理位置和资源的双重优越性，菲律宾、越南等国才相继侵占南沙岛礁。另一方面，菲律宾侵占行为的背后还有美国的鼓动。美国希望拉拢该国，扩大在亚太的影响力，对我国进行包围。